任务失败，被抹杀前，我问系统，我可以告诉男主我的真实身份了吗？可以。我慢慢脱掉衣服，站在陆静瑶面前，对不起，骗了你，其实我是女孩子。陆静瑶瞪大眼睛，她也是可怜，斗了好几年才知道死对头是女生。在她震惊的目光中，我安心闭眼迎接死亡，但我莫死成再一次回到这个世界。系统抱歉地说，你死后任务进度突然飙满，出于补偿，给你复活的机会。你现在的身份是豪门阔太，老公不回家，家产随便花的那种。我点头，挺好，梦想中的生活。对了，我那个不回家的老公叫什么？陆静瑶。好看的精品小说这么多，但心醉言情绝对不容错过。全文一更到底，别忘了按赞、热推、留言、分享、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精彩故事立刻开始。我懵了，谁？嗨嗨，系统有些心虚。总之，希望宿主好好享受新生活。再见。他解绑了，跑得比谁都快。夫人，您千万冷静，不要再冲动了。旁边人的声音唤醒我的思绪，我才看到眼前一片凌乱。这个家很宽敞，一看就是那种动辄上千万的豪宅，但家里几乎没有能落脚的地方，从锅碗瓢盆到柜子里的藏品全都被我打碎了。您心情不好，摔几个碗就算了，何必发这么大脾气呢？万一伤到您的手怎么办？助理心疼地说，但他心疼的不是我，是那些昂贵的藏品。保洁阿姨蹲下身，打算收拾残局，看到地上的陶泥碎片，她愣了。完了，怎么了？这好像是桑先生的遗物。助理倒吸一口凉气，房间内7、8个人全都陷入死一般的寂静。快收拾干净，别管其他的，先把桑先生的收了，不要让老板发现。助理的声音在抖，这下真完了。桑先生的东西是绝对禁忌，任何人不能碰。夫人啊，你砸什么不好？为什么要砸这个？我挑眉。桑彻。嘘，不要提他的全名，老板听到会发飙的。他的话刚说完，一个高瘦的人影踏进玄关。谁的名字？陆静瑶的声音沉沉地传入我耳膜。我曾以桑彻的身份在18岁那年离世，那时陆静瑶才17岁。如今10年已过，27岁的陆静瑶身材高挑，眉眼完全长开，透着强势压迫感。她扫了眼地面，目光落在那堆陶泥碎片上，眼神冰冷的吓人。助理腿一软，差点就跪下认错。桑彻的遗物对吧？我先开了口，是我砸的，跟他们无关，人都死了10年，看着怪晦气的。你要是有不满，冲我来，放过这些打工的。所有人都低下头，大气都不敢出。陆静瑶的视线缓缓移到我脸上，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她唇边挂着淡笑，可没人觉得这笑温和。我两手一摊，桑彻吗？我晓得，不就是你那个没血缘关系的继兄桑彻？等等，你该不会还在怀念他吧？别开玩笑了，谁都知道你们以前关系差到恨不得弄死对方。这倒是。陆静瑶弯弯眉眼，笑得愈发和善。所以我摔坏他遗物，你应该不会生气吧？我问得很心虚，毕竟原主就是因为发脾气，突发脑出血和心梗猝死，而我刚好在那瞬间穿过来。东西虽不是我砸的，但这锅得我背。生气？当然不会。你说的对，人都死10年了，放着确实晦气。没想到现在的陆静瑶还挺好说话。保洁收拾好残局后就都退下了，我刚以为逃过一劫，陆静瑶却突然掐住我的脖子。苏玉意，我早说过，你怎么胡闹都行，唯独不能碰桑彻任何东西。陆静瑶眼眸如霜，莫名让人毛骨悚然。她手上力道不断加重，我有点喘不上气，疼。我从嗓子眼里挤出这几个字。陆静瑶唰地松开手，皱眉看着我，谁教你这么说的？我使劲咳嗽，什么谁啊？一连说7个疼字，不多不少。你什么时候有这习惯的？这算什么习惯？大家不都这样？除了桑彻，我没见过第2个人这样。那是你见得太少。陆静瑶上下打量我，确认我还是苏玉意后，眼底涌起一丝厌倦。这段合约婚姻该结束了，你好离婚协议，我让助理发给你。说完，他头也不回地走了。唉，10年了。陆静瑶一点莫辩，我在心里把系统骂了个遍。早知道这系统不靠谱，当年他绑定我后，才发现要找的是个恶毒男配，害我女扮男装6年。
上个厕所都跟做贼似的。他发布的任务也离谱得很，男主偏离轨道，得让他变回优秀男主，还不能违背你恶毒男配身份。这说的是人话吗？怪不得只能当一辈子桶。好在我身份有优势，陆静瑶爸妈离婚后，他爸给他找了个继母，继母贪财，对这个继子很忌惮，趁丈夫不注意就打骂他，而我就是继母带来的恶毒哥哥。为让我身份融入剧情，系统还编了个前提，继母重男轻女，接受不了自己生的是女儿，所以一直把桑彻当男孩养。我能说什么？只能兢兢业业完成任务。男主不去上学，我就嘲讽书都读不下去，以后只能当社会败类。男主考试进步，我就挖苦，这才哪到哪，怪不得爸妈都不喜欢你，太菜了。男主上学骑自行车，我就扎他车胎，骑什么车？跑步去，瘦得跟豆芽菜似的。陆静瑶恨我，他当然恨我，谁能扛得住连续6年的欺负？有次我被一群小混混堵在巷子口要钱，陆静瑶看到却面不改色地走了。回家后我问他，你怎么装作不认识就走了？他用那双漆黑眼眸静静看着我，不是你让我对外别承认关系魔，哥，他很少叫我哥，只有反讽我时才这么叫。可最终我任务还是失败了，6年期限到了，陆静瑶突然退学，不想读书，也不打算高考，我慌了，跑去找他理论吵架，结果还打了一架，最后当然是陆静瑶赢了。我就算装得再像男生，本质还是女生，力气哪比得过他？那时脑中已传来系统宣判我失败的声音，可我还是想问清楚，你为什么不读了？因为你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爸说你成绩好，等你考上大学，我明年也得考那所，考不上就揍我。陆静瑶扯扯嘴角，露出讽刺的笑，但他不知道，我最讨厌的人就是你，让我跟你上同一所大学，我宁可不上。我叹了口气，事已至此，只得系统同意。我向陆静瑶展露真实模样，皮肤上那点点淤青是他刚揍的。在他震惊目光中，我冲他笑笑，陆静瑶，你还能做自己，真好。第二天我就离开了这个世界，系统伪造成车祸，没想到我死后任务进度突然飙满，陆静瑶像开了挂，发愤图强，最终考上我梦想的大学，也是他原本该上的那所。我因此复活，得以享受迟来的自由人生，只是刚复活就差点用没了。陆静瑶，你可真行，这豪门阔太不好当，看来还是离婚保平安。和陆静瑶这段婚姻本就是假的，原主和他各有目的，婚前签了合约，可原主没契约精神，中途反悔，也能理解。陆静瑶那脸蛋和身材，一般人确实扛不住。原主想假戏真做，陆静瑶却连个眼神都不给，还搞绯闻，故意气他。我穿来那天，原主大发雷霆，就是因为看到陆静瑶和其他女人的亲密合影。本来这些事跟我没关系，可这天下午，助理火急火燎跑来找我，夫人，不好了，陆总他死了。那倒没有，没死你这么激动干什么？我翻个身继续瘫着。陆总被人设局了，您不是想跟他假戏真做吗？这是个好机会啊！在助理连拉带拽下，我被拖到现场，路上大致了解了情况。几天前陆静瑶为气我，故意找个3线女明星拍合影，谈好条件，拍完照女星就挑衅的把照片传给我，计划挺成功。可今天女明星突然反水，对媒体哭诉，说陆静瑶婚内出轨，还冷暴力甩了她。我赶到时，现场乱成一团，陆静瑶被记者围得水泄不通。有人爆料您婚内出轨，还脚踏多条船，请您解释一下。陆静瑶沉着脸，连这种低级谎言都信，该去治脑子了。不愧是陆静瑶，一开口嘲讽值就拉满，但她这态度只会激怒记者团。无数闪光灯对着陆静瑶闪个不停，她独自站在那，像座孤岛。不行，我这当哥哥的有点看不下去了。我挤到人群前面，不等陆静瑶说话，弯曲食指，猛地往她脑袋上一敲，好好说话，别耍小孩子脾气。陆静瑶当场愣住，原本吵吵嚷嚷的记者们也安静下来，呆呆地看着这一幕。我用力按住陆静瑶的后背，迫使她弯腰鞠了个躬。不好意思，陆静瑶刚刚那句话确实不太好听，我替她向大家道个歉。不过这种毫无根据的诽谤我们可不认，谁主张谁举证。各位要是有问题，麻烦先找爆料的人要证据，
要是还没证实就想给陆静瑶定罪，那你们可不是该看脑子，而是该看肠胃啦。是不是上厕所的时候把脑子给拉出去了？我双手叉腰，站在陆静瑶跟前，足足骂了5分钟。记者们骂不过我，只能灰溜溜的走了。等我回头想跟陆静瑶邀功，却发现她正愣愣地看着我。没石磨。她垂下眼，眼神里情绪复杂。站在她面前的的确是苏玉意，不是别人。我拍拍她肩膀，好了，知道你想谢我，给你个机会，请我吃顿饭吧。陆静瑶没拒绝，问我想吃什么，波龙还是鱼子酱？我想都莫想，烧烤。我报了个地方，司机便开车带我们过去。这是我以前超爱吃的烧烤摊。10年过去，路边摊变成了敞亮的大店，可那股烟火气丝毫未减。一进店，老板就认出了陆静瑶。哎呦，兄弟，好久没见你来咯。我很惊讶，他常来吗？印象里，陆静瑶特别讨厌烧烤味，凡是我喜欢吃的，他都反感。老板点头，他哥刚走那几年，他常来，什么也不吃，就坐在靠窗那个位置，一坐就是1下午。走的时候给我500块，说是占位费，进去吧。陆静瑶打断老板的话，老板一拍脑袋，瞧我这嘴，来，里面请。点菜时，我把记忆里的招牌菜点了个遍，唯独没点全把筋。陆静瑶说他们家全把筋评价挺高的，不要，吃起来费牙。他抬头看了看我，没再多说。我惦记这顿烧烤好久了，烧烤配啤酒，快乐全都有。陆静瑶依旧没怎么吃，她穿着整洁的西装，坐在这店里，显得有些格格不入。可我没想到，这身体酒量这么差。很快我一时就开始迷糊。陆静瑶皱着眉，满脸嫌弃，该回去了。不要，我还能喝。苏玉意，你身上都是酒臭味了。你这小子怎么老直呼我全名啊？太没礼貌了。那叫什么？他冷淡地问。我咧嘴，傻笑着冲他说，乖，叫哥哥。第二天我从宿醉中醒来，陆静瑶就坐在我床边。醒了，他合上书，看向我，有点事想问你。他还穿着昨天那套衬衫西裤，至少说明我莫急着酒劲对他做什么。我这才放下心，说，你问吧，你和桑彻是什么关系啊？我大脑差点死机。你说什么？你和桑彻什么关系？他又问了一遍。我和他能有什么关系？他是你哥，又不是我哥。你见过他吗？他走的那么早，我怎么可能见过？我露出一脸困惑。陆静瑶，你是不是酒还没醒啊？大清早的胡言乱语。陆静瑶没再多说，直接换了个话题。我让保姆准备了醒酒汤，你一会儿喝点。谢了。不客气，哥。我起身的动作一下子停住，头顶有一道目光紧紧地盯着我，又暗又锐利。陆静瑶在观察我的反应，她果然一点都莫变，一旦起了疑心，就不会轻易罢休。我抬起头，语气轻松，你刚才叫我哥，不错，这个小弟我先收下了。我心里清楚，矢口否认只会显得自己心虚。我知道陆静瑶在试探我，也不知道昨晚自己到底做了什么，让他起了这么大的疑心，但我明白该怎么打消他的顾虑。事实证明我没错。当我一副开玩笑的样子，说要认他当小弟后，陆静瑶反倒不再追问，抬脚就走了。我没打算跟陆静瑶相认，毕竟我俩以前关系实在太糟糕。他要是知道桑彻回来了，指不定做出什么疯狂的事。经过这件事后，我就开始为离婚做准备。原主花钱大手大脚，几乎没石磨存款。现在我不仅得攒一笔生活费，还得赔偿那些打碎的收藏品。陆静瑶虽然没再提这事，但我不想欠她的。为了筹钱，我决定去拜访一位老朋友，地点在一家律所。我跟前台姑娘说，你好，我想找一下唐子浩律师。前台问，你有预约吗？没有，不好意思，没有预约不能见唐律，麻烦您通报一声，我是他老朋友，不管是谁都不行，这是唐律的规定。那你告诉他，我不死心。压低声音说，我是桑彻。随后我坐在大厅里等，10年了，也不知道唐子浩现在变成什么样。我在网上查到，他成了这家律所的高级合伙人，我真心为他高兴。还记得高2那年，我们在操场上许愿，他说要学法，以后当律师；我想学电影，以后当导演。那会儿他信誓旦旦地说，桑彻，将来找我当法律顾问，给你打8折，才8折，这已经是兄弟间的友情价了。他实现了自己的梦想，真好。这时
身后电梯门开了，一个男人急匆匆跑出来，大理石地面干干净净，他差点摔倒，却依旧没放慢脚步。唐律，前台姑娘惊得目瞪口呆，平常严谨认真的唐律，居然也有这模慌张的时候。然而唐子浩顾不上那些目光，他冲到我面前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我。桑，是我。我冲他比了个手势，那是我们以前赢球赛后惯例摆出的庆祝手势。唐子浩眼眶一下子红了，他邀请我去他办公室聊，助理报你名字的时候，我还以为撞鬼了。唐子浩已经恢复平静，调侃道，没想到还能见到活着的你，我也没想到有一天会穿着裙子来见你。我俩相视而笑。对了，我当年是不是有张银行卡交给你了？里面存了不少钱，能不能还给我？唐子浩沉默了一下，难道钱花完了？桑彻，你知不知道都过去10年了，哪有人给完东西10年后又要回去的？我有点不好意思的解释，我刚回来，手头紧，要是花完了也没关系，反正那本来就是留给你的遗物。当初这笔钱我本想留给陆静瑶，可系统说不行，男主必须靠自己努力挣钱，我只好把钱交给唐子浩，他是我以桑彻身份时最好的朋友，也是唯一察觉到我是女生的朋友。唐子浩一直帮我保守秘密，每次我快露馅时，他都会帮忙打圆场。6年的友谊让我们之间很有默契，就像现在，他没问我为石魔死而复生，为石魔现在是这副模样。唐子浩转身从抽屉里翻出一张卡，扔到我面前，密码莫变，物归原主。他那一连串动作十分流畅，就好像为了这一天，他已经等了很久。接下来一段时间，陆静瑶特别忙，经常不见人影。她去处理女明星反水的事了，但好像进展不太顺利。那个女人没石魔特别的背景，她对媒体说的话也都含糊其辞。可就是这份含糊，刚好能让陆静瑶陷入舆论危机，却又够不上造谣。如此游刃有余，背后肯定有厉害的人指点。陆静瑶不回家，我落得清闲，时常去找唐子浩喝茶。这天跟往常一样，喝完茶他送我回家。快到家门口时，唐子浩问我，陆静瑶那边，你打算一直瞒着吗？先瞒着，但一直这样，你会很不自在吧？唐子浩还是跟以前一样，喜欢分析问题，就你一个人承受这份压力，还要面对弟弟变成丈夫的那种怪异感，很辛苦吧？我一下子愣住，他要不提，我还真没意识到，陆静瑶现在是我名义上的丈夫，我应该觉得别扭才对，可我并没有。难道是6年时间太短？我压根没把他当成弟弟。我打个哈哈，回答道，不算辛苦，反正我们马上要离婚了。离婚？唐子浩脚步一顿，是啊，本来就是合约结婚，也该离了。我没看他，并不知道他狭长的眼睛里多了几分异样。需要律师吗？这儿有现成的。行啊，离婚协议到时候发给你，帮我看看。看什么？陆静瑶的声音突然从旁边传来，我的笑容一下子僵在脸上。天已经黑了，光线不太好，我刚才都没注意到他在这儿多久了，听到多少我们的对话。陆静瑶慢慢走过来，抓住我的胳膊，一把将我拉到他身边，然后似笑非笑地问，亲爱的，你什么时候认识唐律的？我狠狠瞪了陆静瑶一眼，心里直犯嘀咕，你是不是脑子抽风了？陆静瑶却神色自若，牵起我的手，手指紧紧交缠，可他看向唐子浩的眼神却充满了敌意。好久不见，唐律还是单身呢？唐子浩也得体的笑笑，是啊，哪比得上陆总，家里有一个，外面还招蜂引蝶的。唐律也真是的，单身久了也不能跟别人老婆走一块儿啊。确实是我考虑欠妥。唐子浩随手推了推细框眼镜，身上那股斯文劲儿比10年前更浓了，可说出的话却让人刺耳。听说你们要离婚了，陆总，恭喜啊！陆静瑶揽着我的腰，开门走进玄关。听到这话，他回头，唐律还是先管好身边人吧，年纪轻轻就学会背后捅刀子，也不知道跟谁学的。唐子浩的笑容淡了下去，门一关，隔绝了这个弥漫着无形硝烟的战场。我一直没吭声，这种节骨眼上说多错多，但我心里好奇得很。陆静瑶和唐子浩以前压根就不熟，这10年到底发生了什么，让他俩关系变得这么差？正想得入神，陆静瑶突然开口，你怎么认识他的？我想找个离婚律师，就找到他那儿了。唐子浩是金融律师，他还接离婚咨询业务吗？可能想拓展新业务吧。陆静瑶轻轻笑了一声，
却没继续追问，而是话锋一转，你知道唐子浩为什么一直单身吗？为什么？除了家人，我就见他跟一个女人走得近。谁啊？桑彻。从进门开始，陆静瑶就莫开灯，家里光线昏暗，但我能看清他的眼睛，锐利的像野兽，仿佛任何谎言都逃不过他的眼睛。我愣了一下，装作惊讶的叫道：桑彻不是你哥吗？怎么会是女人？很奇怪吧？可他就是骗了我6年，这不可能。我努力装出一副难以置信的样子。桑彻就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。陆静瑶慢悠悠地说，骗完我，又用一场死亡跟我告别。你说我该不该恨他？肯定该恨。可要是没有他，也不会有现在的我。什么意思？后来我才明白，他每次对我恶语相向，其实都是在拉着我往好的方向走。我本来都自暴自弃了，却被他硬生生拽回正轨。可他自己却……陆静瑶抬起头，望向夜空。我赶忙安慰，恶语伤人就是不对，他怎么能那样对你呢？真气人。可我喜欢他。对，你就该啊，我喜欢他，喜欢到发疯。黑暗中，陆静瑶缓缓转过头，看向我。不管他是哥哥还是姐姐，是活着还是死了，他都只能属于我一个人。我的心跳快得彷佛要跳出嗓子眼儿。陆静瑶对我居然有这种感情，我们之间不是只有纯粹的恨意吗？沉默间，他又突然换了个话题，造谣我的那个女明星背景查出来了。我很识趣地顺着他的话问，什么背景？她是唐子浩的表妹。我一拍大腿，脱口而出，怪不得我总觉得她名字耳熟，好像听谁说过。哦，是唐子浩告诉你的？没有，我跟他不熟，差点露馅。我赶紧摆手，可能我以前看过相关八卦。桑彻死后，我和唐子浩就一直不对付，这次他表妹背后捅刀子这一出，幕后主使就是唐子浩。停顿了一下，陆静瑶有些怅然地低头叹息，要是桑彻还在，不知道会不会心疼我被人这么欺负。我虽说陆静瑶有点卖惨的嫌疑，但我还是去查证了一下，他没说谎。这些年，唐子浩和他就像水火不容，互相算计，却又都没真正下狠手，倒像是小孩子过家家，你爆个黑料，我扔条八卦，没想着直接把对方整垮，就想让对方不痛快。我问唐子浩怎么回事，他却总是巧妙地转移话题，不肯回答。陆静瑶倒是变了不少，不再疑神疑鬼，也不再试探我的身份，我们似乎又回到了最初的相处模式。周末那天，他拿着拟好的离婚协议来找我，我拍了照发给唐子浩，他说没问题后，我才拿起笔签字。陆静瑶低头看着签字的地方，一声不吭。我拖出早就准备好的行李箱，说我今天就搬出去住，东西都收拾好了，要带走的都装箱了，剩下的你随意处置，扔了也行，你这么着急。嘿嘿，你说要离婚那天，我就开始收拾了。苏玉意平时爱买东西，衣服包包一大堆，我带不走，大部分都变卖了，只带走一小部分，等我再工作个1-2年，应该就能还清陆静瑶那些艺术品的钱。我正想得美，没注意到陆静瑶的语气变得有点奇怪，你好像很想快点离开我。我没听清，下意识就点了点头。走到门口，我才想起还有个重要的事儿。对了，我们什么时候去民政局？不去了。我惊讶地转过身，发现陆静瑶正在撕那张离婚协议。怎么撕了？看着不顺眼，是对协议内容不满意吗？那你重新拟好再给我。我的话还没说完，陆静瑶的怒火终于爆发了。你还想瞒我到什么时候？桑彻，我的身体一下子僵住了，但我知道得说点什么，可说什么才能显得自然呢？陆静瑶，你是不是喝醉了，还是没睡醒？你好好看看，我是苏玉意。陆静瑶没说话，她朝我走来，皮鞋踩过地上破碎的离婚协议。她现在个头很高，气场也足。我抬起头，看到她2指夹着一小片碎纸，正是我签字的那一小片。桑彻死后，我把他生前所有的笔记本、试卷都留着，一张都莫敢扔。每当我觉得痛苦的时候，就对着他的字迹学到深夜。他晃了晃手中的纸片，你凭什么觉得我认不出你的笔迹？我像被钉在了原地。原来如此，那份离婚协议从头到尾就是个陷阱。这段时间我一直小心翼翼，轻易不拿笔写字，就怕自己被人发现跟以前不一样。没想到今天还是大意了。陆静瑶，你先冷静，听我解释。事到如今，再狡辩也没用了，因为我们之前的关系太复杂，我还没想好以后该怎么和你相处。
所以暂时没告诉你。唐子浩知道吧？我找他帮点忙，就跟他坦白了。什么忙？非得他帮，我就不行。倒也不是，他和你不一样，我尽量让自己说的有条理。可这句话还是把陆静瑶给激怒了。他突然扛起我，扔到沙发上，紧接着压了上来，然后粗暴地捏住我的下巴，让我的唇齿分开。我还没反应过来，一个狂怒的吻就落了下来。他力气很大，我感觉嘴唇都快被咬破了，但我默推开他。我知道他现在满心怒火，需要发泄。他一阵乱啃之后，我忽然感觉脸颊有些湿润。我没哭，那是陆静瑶的眼泪蹭到了我脸上，吻到我快喘不过气，他才松开我。不管是17岁还是27岁，陆静瑶都没在我面前掉过眼泪，这还是头一回。他像个犯错的孩子，不停地用拇指擦拭我嘴唇上的伤口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是不是让你觉得恶心了？莫等我回答，他又接着说，我知道我很恶心，我不该喜欢你，可我控制不住，你又要抛弃我了，我没办法，我真的没办法。哥哥、姐姐、桑彻、苏玉意，你有这么多身份，为什么就不能留一个在我身边？你先听我把话说完。我叹了口气，像以前一样戳了戳他的额头。我刚才说唐子浩和你不一样，是因为唐子浩只是我的好朋友，仅仅是朋友，我对他没有任何超出友谊的感情。而你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你。你既是弟弟，是家人，也是个男人。陆静瑶抬起眼睛看着我，睫毛上还挂着泪水。我之所以想离婚，是因为我需要冷静一下，重新审视我们的关系。我没有要抛弃你，陆静瑶，我知道你现在的家人就只剩我了。桑彻的母亲和陆静瑶的爸爸婚姻也没维持多久，这个一辈子热衷于和不同女人结婚的男人，最终在陆静瑶大学毕业那年因为酗酒去世。从那以后，陆静瑶就孤孤单单，无依无靠。那你会不会觉得我很恶心？他小心翼翼地问，声音沙哑。我摇了摇头，不管是桑彻还是苏玉意，都不会这么觉得。陆静瑶后来问了我好些问题，像是我真正叫什么名儿，就叫苏玉意。我指指自己，同名。那你原来长什么样？我找个人画下来。不记得咯，我死了太久，死后又以不同身份做任务，早忘了自己原本模样。不过我厚着脸皮说，应该比现在这张脸还好看吧。陆静瑶正用指尖轻轻梳理我的头发，轻声道，不管你什么模样，是男是女，年轻还是年老，我都喜欢。接下来一段时间，我俩似乎默认了这种关系，不离婚，却也没真正像夫妻那般相处。我晓得陆静瑶在克制，她在等我适应，可还没等我适应的差不多，苏家就出事了。原主父母可不是省事的人，结婚前他们把公司法人的位置给了原主，还美其名曰给他添庄。原主不是没脑子，只是天真的觉得亲生父母不会害自己，哪晓得联姻捞够好处后，原主父母突然卷钱跑了，让女儿留下顶包，带着更疼爱的小儿子走了。系统早解绑跑了，不然我真想揪着他问问，这就是他说的自由幸福人生。算了，早知道他不靠谱，我身负巨额债务，陆静瑶也因此忙得不可开交。为保全公司口碑，其他董事要求他跟我划清界限，陆静瑶当场拒绝。不光如此，他还坚决表示要帮我解决危机，但这谈何容易？公司那么多人盯着，竞争对手也在一旁虎视眈眈。于是我又一次提出离婚。你太辛苦了，我不想拖累你，觉得我辛苦。陆静瑶眯了眯眼，那你亲我一下，就当鼓励。他随口一说，以为我也随便听听，可我扯住他领带，把他拉到跟前，亲了一下。陆静瑶瞬间瞪大眼，接着按住我后脑勺，加深这个吻。离婚不可能，以后别再提这话。他声音低哑，一家人不存在拖累。我摸着被亲红的嘴唇，心说哪有这样的一家人？我想把自己的钱拿去填窟窿。陆静瑶不让，他说要让真正犯错的人付出代价。我不懂生意场上的事，只能听他安排。苏家暴雷2个月后，我从超市出来准备回家，迎面碰上唐子浩。最近见他次数明显少了，他难得和陆静瑶联手，想办法把原主那不靠谱的爹妈弄回来。陆静瑶让我来接你。上车。我挺意外，上车后才知道有追债的去家门口堵我了。陆静瑶忙不过来，只能让唐子浩先带我离开。唐子浩一脚油门开到我们高中母校。今天学校放假，空荡荡的，
他是优秀毕业生，门卫大爷认识他，直接放行。好久没这样散步了，我俩并肩走在操场上，时间仿佛静止。唐子浩指着前面那个篮球场，记得不？以前我们在那比过球赛，前几年学校翻新了。记得，当时大家给我取外号，说我人菜瘾还大，那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你是女生。唐子浩声音温柔起来，我觉得你超厉害，文科班凑不出一支像样的篮球队，你一个女生，为了集体荣誉，坚持比了那么久，但我们还是拿了最后一名。想到以前，我和唐子浩都笑了。他站到我面前，认真地说，桑彻，你现在还有个选择，跟我走。去哪？离开这儿，什么负债、暴雷都别管了，你可以变回桑彻，我有办法帮你弄到桑彻的证件，以后只有桑彻，没有苏玉意。听起来很诱人啊。我温和地笑笑，但是陆静瑶怎么办？你还是放不下他，即便他以前对你并不好。唐律，看人可不能只看表面哦。其实我一直都知道，当年那群赌我要钱的小混混，第二天就被人揍了一顿，之后现了我就绕着走。我一直不知道是谁帮我出头，直到看到陆静瑶藏在校服袖子下缠着纱布的手。桑彻已经死了，唐子浩，别活在过去，真的不能跟我走吗？对不起，我一直当你是好朋友，这样啊，真遗憾。唐子浩依旧笑着，和从前一样，笑容斯文干净，似乎没受打击。唐子浩，你跟我说实话，陆静瑶现在是不是一个人在应付要债的？他没否认。我觉得今天散步也散够了，起身朝校门口走去。桑彻，你去哪？你现在回去很危险，我不能丢下陆静瑶不管，她等了我10年。我轻轻甩开他的手，没回头，所以我没看到。身后的唐子浩慢慢低下头，眼眶泛红，等了10年的，只有他魔。声音消散在风中。18岁那年，唐子浩计划高考后表白，他想告诉桑彻自己有多喜欢他，但莫等到那天，他守着那张冷冰冰的银行卡，想尽办法不让卡被冻结。他重新出现时，唐子浩以为上天眷顾他了，哪怕他浑身都是秘密，哪怕他谈笑间带着分寸和距离，他都没退缩。可现在他才明白，这不是眷顾，上天只是让他知道年少时莫能说出口的话，往后都没机会说了。我不想跟你只做朋友，成了唐子浩一个人的心事。3个月后，事情顺利解决，陆静瑶和唐子浩首次联手，打了场漂亮胜仗。原主父母被抓了，陆静瑶倾其所有填补负债窟窿，让他们以为危机解除能回来了。一家3口高高兴兴登上回国飞机，落地就被抓。唐子浩刚好主攻金融和资产方向，由他担任律师，那些没来得及转移的资产都拿回来了。我和唐子浩很少见面，我宁可失去一个朋友，也不想打着友谊的旗号挥霍他的感情。也许有一天，唐子浩彻底放下了，我们还能坐下来喝喝茶。我期待着那一天。时间过得很快，年前，陆静瑶一直在国外出差，我以为她赶不回来，心里多少有点失落。这是我重生后的第1个新年，要是没家人在身边，多冷清啊！可没想到，除夕夜当晚，她风尘仆仆出现在门口，大衣上还沾着雪粒。苏玉意，新年快乐！我扑过去，紧紧抱住她。窗外大雪静静飘落，房间里只亮着一盏暖黄小灯。陆静瑶眼睛泛红，在我身上留下印记。她彷佛变回17岁那个少年，对一切好奇，对一切充满探究欲。我爱你，她一边说着，一边用行动证明。0点钟声敲响，不管是宿敌还是妻子，从现在起是我们的第7年。番外陆静瑶篇。陆静瑶刚有点名气的时候，参加过不少应酬，席间有合作方对她私生活挺感兴趣。听说陆总一直单身，难道是有放不下的女人？有，是怎样的人？很恶毒。他想了会儿，只能想出这个形容词。他那恶毒的白月光。回想初次见面，陆静瑶对桑彻印象实在不怎么地，母子一条心，心后妈贪图他爸的拆迁款，这桑彻能是什么好人？桑彻也莫让他失望，对他挖苦打击，摆明了看不起他。转折发生在初3那年，陆静瑶发高烧，没人管他，爸爸忙着喝酒，继母忙着打麻将，他一个人在小诊所打点滴，烧却一点莫退。桑彻出现时，他以为自己产生幻觉了，他坐在他身边，一勺一勺喂他吃东西，张嘴，啧，你怎么回事？张嘴都不会。
真没用，不吃东西哪有体力对抗病毒？别以为自己是天选之子，什么都不干就能好啊！你咬我手了，疼疼疼疼疼疼疼，活该！陆静瑶闭眼，不想理他，后来干脆昏睡过去。这一觉睡得很安稳，没有家里的争吵，没有同学的排挤。中间他醒过一次，桑彻正背着他，一步一步走在回家的小路上。他很瘦，背得很吃力。陆静瑶想挖苦几句，可看到他白皙的耳垂，突然什么都说不出来了。7天后，陆静瑶病好了，桑彻开心得很，拉着他去吃烧烤。陆静瑶不乐意，嫌烧烤味儿大。可那时候桑彻比他高半头，直接勾着他肩膀，把他绑架进店里。老板，招牌串每样都来，除了全把筋，咬起来费劲费牙。老板胖胖的，笑起来像弥勒佛。这是你同学啊？我弟。陆静瑶冷冷瞥他一眼，之前还再三叮嘱，让他在外别承认是兄弟，现在他倒自己先承认了。整个初中时光，兄弟俩就这么打打闹闹过来，父母成天吵架，家里不得安宁，彼此间那些挖苦和打击，反倒成了仅有的陪伴。但上高中后，好多事都变了。陆静瑶个子猛蹿，很快到了180，还没停的意思。再看桑彻，到174就不长了，这让陆静瑶找回点自信。小矮子，小瘦子，比女生还弱。对了，大概从那时起，桑彻身上开始显露出一些女性特征，不过他掩饰得好，再加上学霸唐子浩帮忙圆场，大家都没起疑。一想起唐子浩，陆静瑶就烦躁。唐子浩是桑彻同班同学，比他大一级，和桑彻关系特好，只要是跟桑彻走得近的人，陆静瑶都讨厌。他俩一起参加年级篮球赛那天，陆静瑶被同学拉去观战，桑彻比其他人矮了一大截，但他打得认真，尊重对手也尊重比赛。他被对手撞倒在地，陆静瑶唰的一下站起来，拳头不自觉握紧。身旁同学诧异看他，你干嘛？没石磨。陆静瑶回过神，这是怎么了？桑彻摔倒，他该高兴才对，怎么会着急？接着又听到同学们议论，哎，你看那个桑彻，长得跟女孩子一样漂亮，细胳膊细腿，一点男子气概都没有，你懂什么？他这款现在可吃香了，听说好多女生给他递情书。陆静瑶顺着大家的话看过去，场边还真有不少女生喊桑彻的名字，他莫名恼火。还有那个唐子浩，老跟桑彻击掌干嘛？赢了吗就击，看着真不顺眼。陆静瑶觉得自己审美正常，才不会觉得桑彻好看。可当天晚上，她梦到了桑彻，梦到桑彻真成了女生，被他抱在怀里，压在身下。她在梦里反复亲吻那双唇瓣，恨不得吞进肚里。陆静瑶梦遗了，醒来后，她遭受巨大打击，不是因为梦遗，而是因为对象是桑彻，这太可怕，太变态了。虽说梦里桑彻是女的，但现实中是男的。难道自己？陆静瑶第一次怀疑起自己的性取向。为了验证，她故意去跟班上女同学搭话，不行，不喜欢。男同学就更别提了。她直接反胃，试了好多次，发现只有桑彻能让她有感觉。得到这个结果，陆静瑶更讨厌桑彻了，讨厌到连他的脸都不想见。每天回家就躲进自己房间，宁可饿着也不跟桑彻坐一桌吃饭。高一下学期出了点小意外，班上有同学钱被偷，所有证据都指向陆静瑶。老师很生气，因为陆静瑶他爸是附近有名的酒鬼，酒鬼的孩子能有什么好品德？默人听陆静瑶辩解，老师给了暗示后，所有同学都一致针对他。陆静瑶又一次被孤立，事情闹到家长那儿，爸爸不由分说甩了他一巴掌。我放茶几下面的酒钱是不是也是你偷的？陆静瑶咬着牙，一声不吭。没用的，默人会信他。那天他不想回家，等所有人都走了，学校要清校了，他才慢悠悠离开教室，路过办公室，突然听到里面传来争吵声。陆静瑶不可能偷钱，是桑彻的声音。他停下脚步，不敢相信，您作为老师，没证据怎么能随便给他定罪？那堂体育课就他没去上，然后同学钱就丢了，不是他还能是谁？就凭着直接证据呢，谁主张谁举证。你要是随便给陆静瑶扣这种莫须有的罪名，就不配当老师。啪的一声，老教师的尊严被挑衅，打了桑彻一巴掌。陆静瑶胸腔里像有什么被烫到，那股灼热感蔓延到四肢，涌上大脑，最后化作泪水流出来。她擦掉眼泪，
转身踹开办公室大门，想给那老头也来一巴掌，手都举起来了，却被桑彻拦住。不行，你打他就真要记过了。桑彻拉着他离开，两人一路上都没说话。陆静瑶不习惯这种沉默，开口道：你不用假惺惺为我做这些。桑彻没回应，真稀奇，他居然没呛他。一扭头，陆静瑶发现桑彻哭了，他心里慌得不行，恨不得给自己一巴掌。刚才乱讲什么？后来偷钱这事不了了之。有同学大扫除时在操场边扫出一沓钱，不多不少，上面还写着丢钱同学的名字。原来是那同学体育课自己弄丢了，却以为被偷。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。默人给陆静瑶道歉，老师没有，父亲也没有，他们身上流着同一种中年男人的血，就算意识到错了，也要高高昂着头，绝不承认。陆静瑶想找机会谢谢桑彻，但那晚过后，他们又变回原来的关系，斗嘴，互相嘲讽。最后，陆静瑶买了瓶痔疮药。有次他看到桑彻校服裤子上有血迹，那天他脸色苍白，神情虚弱，估计是痔疮破了。陆静瑶偷偷把痔疮药放到桑彻书桌上，然后像大侠一样试了就走，不图回报。桑彻应该挺惊喜，因为从那之后，桑彻好几天都没挖苦他，不过也没跟他说话。桑彻开始频繁出现在他梦里，陆静瑶都快习惯每天早上沉着脸洗内裤了，但他还是没法接受自己喜欢男人这件事。父亲让他跟桑彻考同一所大学，陆静瑶第一反应是害怕，未来4年还要见到他，梦到他，对他那种隐秘的心思还要持续多久？不如先退学，等自己理清感情再说。陆静瑶不敢承认这些，就对桑彻说讨厌他。可桑彻怎么突然脱衣服了？脱掉后居然和他梦中一模一样。对不起，骗了你，其实我是女孩子。陆静瑶大脑像爆炸了一样，一片空白。她该移开视线，还是表现出惊讶？她完全愣住，整个人像死机了一样。最后她落荒而逃，逃到了外婆家。本来就计划今天去外婆家住几天，亲生母亲死后，看望外婆就成了她一个人的事。外婆看到她脸上淤青，心疼坏了，赶忙要给她上药，她不肯，因为她记得桑彻拳头挥过来时，先闻到的是香气，她想多回味一会儿。陆静瑶回味了一整晚，最后喜悦战胜了震惊。第二天傍晚，她决定回去，告诉桑彻自己的心意。少年在路上挑了束花，开得最艳最好的那一束，他一路跑着回家，他要去献她。陆静瑶又从回忆的噩梦中惊醒，后面的事不用做梦他也记得，家里迎接他的只有后妈的哭声和父亲的沉默。桑彻死了，10年来，陆静瑶总被这个噩梦纠缠。他和唐子浩都没从过去走出来。唐子浩喜欢桑彻，在桑彻葬礼上看到他眼神的那一刻，陆静瑶就明白了，男人最懂男人，更何况是情敌。因为桑彻，他们看彼此不顺眼，互相使坏，但也因为桑彻，他们从不往死里整对方，怕桑彻会生气。斗了这么多年，也没分出胜负，或许这就是他们俩默认的怀念他的方式。陆静瑶觉得自己可能还是更幸运一点，因为他碰到了苏玉意。虽然苏玉意完全不记得了，但他高一那年和桑彻一起参加过竞赛，家里还留着当时拍的照片。桑彻在他身后比了个耶，想必当年他们相处的还不错。就凭这一点联系，陆静瑶决定帮他。回忆到这儿，闹铃刚好响了。陆静瑶穿戴整齐，开车去公司。半路上，秘书突然打来电话，老板不好了，听说苏小姐在家里大吵大闹，砸坏好多东西。陆静瑶头疼地揉了揉眉心，我去看看。她临时改道，去了那个平时从不回的家。陆静瑶不知道，从这一刻起，那些噩梦就此结束。全文完。第二个故事，和陆文婷最相爱那年，他为我结扎，把所有财产转移给我，甚至在皮下植入呼叫器，方便我随叫随到。也是这一年，他母亲癌症病危，我却叫停所有急救，任由陆文婷如何哀求，都不让任何人为他母亲输入一滴血。人死后，他替我挡下镜头，平静签了谅解书，对我说，哪怕你要的是我的命，我也不恨你，兰兰，这一生我都会无条件爱你。此后，全京市都知陆文婷爱我如疯魔，神佛难挡。可婚后第7年，他爱上了一个整天把天神挂在嘴边的少女。他为她拆了植入的呼叫器，做了结扎复通手术，陪着少女流连于教堂。
直到我爸车祸大出血，我主动联系陆文婷想募集稀有血缘，那少女却用手挡在门前，轻蔑一笑，神说了，你爸和你都该死。我打通陆文婷的电话，她知道后声音淡漠，你爸比我妈多活了几年，也该死了。这一次我听天神的旨意，我轻笑，掐着少女的脖子，把她带上天台，一根根踩断她的手指，平静地与陆文婷视频通话。天神说，1个小时内，你如果就不活我爸，就一命换一命。数月不曾见到的陆文婷，在视频通话挂断后10分钟就出现在了天台。他看到叶希蕊蜷缩在地上，10根手指已经扭曲变形了5根，瞳孔微缩，深深蹙眉。兰兰，你过分了，小蕊因为你以后再也弹不了钢琴，你莫必要因为我迁怒他，他还小。他话音刚落，我又在他眼皮底子下踩断叶希蕊第6根手指。叶希蕊早已因为尖叫过多而嗓音嘶哑，她痉挛着，呜呜咽咽地哭，文婷哥哥，救救我！神不会允许他的信徒失去双手的。这个哭声顿时令陆文婷焦急。聂兰，我让你放了他，你不想救你爸了吗？我一下怔住，松开手，忍不住讥笑，那你还在这儿废话？现在去募集血液，如果50分钟后我收不到消息，就让你的宝贝陪葬。陆文婷担忧的眼神落在叶希蕊身上，温柔安慰一句等我，就离开了天台。看着陆文婷的背影，叶希蕊颤抖着却笑了，我就算双手残废，文婷哥哥也喜欢我，不像你是个脑子有病的疯子，你知道吗？文婷哥哥夺走我初夜的那晚，他哭着说恨你，恨你害死他母亲，你就是个肮脏下贱的杀人犯。我脑子空白一瞬，剧痛里我想起7年前那天，我阻拦所有医生抢救陆文婷母亲，那天他求我，求到手术灯灭，求到白布盖在他母亲脸上。我问他，你恨我吗？只要他说一句恨我，我可以解释原因给他听，然后心甘情愿坐牢。但他摇头了，我真的信了，信他不恨我。见我神色动摇，叶希蕊的目光愈发得意，他用仅存完好的几根手指对我比中指。聂兰，你现在真的比不上养鸡场的母鸡，其实你应该去学习一下的。说着，他夸张瞪大眼，哎呀，对不起，差点忘了，你本来就是只被1000人7万人睡过的母鸡。叶希蕊鄙夷的笑，可不过3秒，声音戛然而止。我握着匕首，对准他的喉管用力割下。好看的精品小说这么多，但心醉言情绝对不容错过。全文一更到底，别忘了按赞、热推、留言、分享、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精彩故事立刻开始。血溅出来前1秒，陆文婷一脚踢开匕首，我闷哼一声，捂住手，不用看也知道。刀刃翻转，掌心已经化开流血。陆文婷抱起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叶希蕊，神色冷峻，已经找到血源，你父亲正在治疗。我疼得下唇都咬破了。看视频。陆文婷点点头，保镖把手机递到我面前，手机连着监控，我看到父亲被几个医生围着，装血浆的容器就在旁边。我松了口气，看向陆文婷离开的背影。陆文婷，我们离婚吧。他脚步一顿，转过身，我瞧见叶希蕊唇角微微上扬，又怕被发现，赶紧把脸埋在他胸口。小蕊还是孩子，不会影响到你。离婚我不同意。陆文婷眼神幽深，我妈的命是我给你的求婚礼，也是我们婚姻的枷锁，这辈子你别想逃。我手抖着点了根烟，滑动手机，没再看他，手掌的血染红屏幕，擦了半天。陆文婷吩咐下属去买纱布和药，夫人手掌不能留疤，她大概不记得了。我早就因为她和她妈妈身心布满伤痕。她脚步声渐渐远去，我看着手腕上深浅不一的疤痕，打电话给律师，给我准备离婚协议，今天就要。电话挂断，我掐灭烟，下楼去看父亲。走到走廊过道，听到几个护士小声嘀咕，太惨了，手腕脚腕都割开放血，谁让他得罪不该得罪的人。我心猛地一紧，不顾一切冲向病房，高跟鞋跟断了，脚传来骨头扭伤的声音。我一瘸一拐走进病房，就看见父亲四肢僵硬呈大字形，手腕脚腕血肉模糊，皮肤透着不自然的青灰。爸爸，我试探着走过去，抓着他的手放在脸上。爸爸，你不是说想吃老街小笼包吗？我今天有空，给你买好不好？父亲冰凉的手让我的眼泪滚烫。死寂的病房里，我却听到隔壁传来欢声笑语，叶希蕊娇滴滴的撒娇，文婷哥哥，
人家现在就想吃老街小笼包嘛，你不去买回来，我就不吃药了。叶希蕊可怜兮兮地举起缠着纱布的手，你快去买，然后喂人家吃快点嘛。陆文婷满眼宠溺，轻轻捏了捏她脸颊。叶希蕊嘟着嘴，眼角余光瞥见站在病房门口的我，笑得灿烂。姐姐，刚刚的事我不怪你啦，神说要原谅世人，文婷哥哥也不会生气了，对吧？陆文婷却莫敢看我眼睛，相处10年，我知道她心虚。我用手指捏住她下巴，逼她抬头，任她皱眉也不松手。我爸死了，我轻声说。她淡淡一笑，你爸活该死，不过他身体里的血不会浪费。你说毛血旺怎么样？啪！我狠狠扇了他一巴掌。陆文婷头扭到一边，发梢下神情晦暗，不准打文婷哥哥，你这样神不会原谅你的。叶希蕊挡在他前面，我抬手也给了他一巴掌。叶希蕊一喊疼，陆文婷就急了，他刚想呵斥我，却看到我满脸泪水，表情瞬间愣住。这样的表情7年前见过一次，那次他妈妈癌症化疗，我消失7天，再见面时我也是满脸泪水，以往的伪装全碎了。我求他以后别骗我，可他骗了我3次，骗我说去处理公务，却跑去夺走叶希蕊初夜，骗我说不喜欢过生日，扔了我亲手做的蛋糕，却把叶希蕊做的手工礼物放枕头下，骗我说会救我父亲，最后却只留给我一具尸体。陆文听到嘴边的话软了下来，神给小蕊传达旨意，说放血疗法有用。我也没想到你爸撑不住，我保证给他办个体面葬礼。这次是我不对，你想怎样都行，但别伤害自己。话刚说完，我抽出挽头发的簪子，狠狠插进他肩膀。叶希蕊哭着尖叫，他捏着他的手，让他别动。我突然想笑，怎么到最后我成了罪大恶极的坏人？指尖碰到温热的血，我轻轻捻着，陆文婷，我要你亲手割开叶希蕊的手腕脚腕，放3碗血。聂兰，你别太过分。陆文婷眉头都不皱，拔出肩上簪子，扔进垃圾桶。小蕊贫血，而且你爸死是他命不好，别牵连无辜。好啊，那就离婚。我脱口而出，不可能，梅师魔不可能。你以前还说不会出轨，现在不也找了小三？我冷眼扫过他们，正好律师赶到，递上一份离婚协议。叶希蕊还没来得及露出的笑容瞬间僵住，因为离婚协议直接被陆文婷撕得粉碎。我把玩着打火机，示意律师把一叠离婚协议拿给我烧，烧完又抽出一张递给陆文婷，随便撕，这玩意儿我准备了好几千份。陆文婷一脸无奈，兰兰，我一字一顿道，听不懂人话吗？我要你亲手割开他的手腕脚腕，放3碗血。陆文婷目光投向叶希蕊，叶希蕊顿时抖得跟筛糠似的。文婷哥哥，我贫血啊，而且神不喜欢有残缺的信徒。再说，他抬头看向我，眼神透着狡黠。姐姐，我怀上文婷哥哥的孩子啦，不像你，身子被那么多人睡过，都生不了孩子。这可是我和他的第1个宝宝呢。哎呀，我是不是说错话了？他的话像一声声惊雷，把我炸得浑身难受。我咬牙切齿，猛地朝他小腹狠狠揍了一拳。既然你想道歉，那就陪我一起，永远别生孩子。陆文婷紧紧钳住我手腕，手硬得像铁，骨头都快被捏出声响。小蕊说错了吗？这难道不是事实？聂兰，小蕊和我之前一直为了你的事，在忏悔室替你忏悔呢。你应该为自己做的事赎罪，而不是在这儿发疯。我眼前瞬间一黑，赎罪？我有什么错？在我眼中，陆文婷的表情愈发尖酸刻薄。你没错，难道不是你被人睡了，就迁怒我妈？我妈她什么错都没有，凭什么被你害死？我忍不住狂笑，眼泪都笑出来了。你说她什么错都没有？对对对，是我的错，我最错的就是和你结婚。曾经我们是那么相爱啊，我爱他爱到，哪怕他母亲癌症时想用我的血做药引，我也毫不犹豫割腕。哪怕被推进那昏暗房间，无数双手伸过来摸索，我依然坚信陆文婷爱我。我还记得他母亲冷笑的样子，他说，聂兰，一个女人要是没了清白，你觉得文婷还会要你吗？后来我阻止所有人抢救，他母亲还在笑，聂兰，你没了子宫，又没了清白，永远都得不到文婷纯粹的爱。可是他去世那晚，陆文婷坚定地把我拥入怀中啊。这时律师适时递上一份新的离婚协议，我手抖着，强忍着摩擦眼角的泪，用力签下名字，然后甩给陆文婷。
离婚吧，我这样的罪人哪比得上你纯洁的小蕊。我看到陆文婷原本带着怒意的眼神冷静了几分，可听到叶希蕊的哭声后，她冷哼一声，夺过钢笔，签下自己的名字。这么想玩离婚游戏，我就陪你玩，但聂兰，就算离婚，你这辈子也只能是我的。我说过，我们死都要在一起，我倒要看看这次你能坚持几天不求复婚。曾经深情的话，现在听着只让我想吐。没错，这不是我第一次提离婚，可这次复婚绝不可能。不光如此，我还要让他们一无所有。我拿着离婚协议，一瘸一拐转身离开，身后传来叶希蕊娇柔的声音：文婷哥哥，我身上到处都好痛痛，你要怎么补偿人家吗？陆文婷故意提高音量，给你办个婚礼好不好？我悄悄对律师比了个手势，帮我做件事。陆文婷以为这样能在感情上继续伤害我，他故意带着叶希蕊出席各种场合，搂着她介绍说是未婚妻，以至于后来所有人看我的眼神都尴尬又怪异，好像我这个疯子终于被抛弃了。但陆文婷事后又会补偿我，他在朱雀台豪掷千金拍下的曲八糕，任凭叶希蕊怎么撒娇，最后还是完好无损送到我卧室。在我爸棺椁下葬前，我不会离开陆家，因为我害怕我爸找不到我。我爸的遗体停灵第7天，葬礼如期举行。我穿着黑衣站在门外迎接前来哀悼的人，突然一张卡片飞过来，划破我的脸颊。叶希蕊一脸高傲，穿着纯白婚纱，婚纱上的宝石正是前几天轰动全城的拍品。聂兰，今天借用一下你这儿结婚，不介意吧？说完，他身后几个高大的保镖把我推开，簇拥着他走进门。我被推倒在地，一眼看到地上那张带血的鎏金卡片，上面写着：新郎陆文婷，新娘叶希蕊，诚邀您出席，见证我们的爱情。就在我愣神的功夫，叶希蕊已经跑到棺材前，表情天真的说：叔叔的脸色和今天婚礼主题不搭呀。说完接过水彩笔，在我爸脸上涂抹，画了个红鼻子，还得意的冲我笑。怎么样，好看吗？看来陆文婷真把他保护得太好了，才没过几天，他就忘了之前的痛。我抓住他头发，使劲扯他头皮，一下下往厚重的棺椁上撞，任由他尖叫挣扎。陆文婷不知什么时候赶了过来，怒吼道：你又发什么疯？想杀人吗？我大笑起来，手上动作不停，对，就是要杀人。今天就是他的死期，死之前，我先撕烂他的嘴。等我松开手，叶希蕊妆发凌乱，头发都秃了一块，原本像纯白天使的她，此刻就像地上的爬虫。陆文婷赶紧接住她，神色悲痛，恨得直咬牙。你这魔对小蕊，只会让我离你更远。这样的话，已经无法再让我的心有丝毫波动，因为陆文婷早就和我形同陌路。她大概不记得了，曾经把无家可归的我带走，还为了我挡在他母亲的鞭子前，整整99鞭，我这辈子都忘不了。陆文婷当初明明说过，不管发生什么都不会离开我。我红着眼睛，拿出藏在大腿上的匕首，马上从我爸灵堂滚出去。叶希蕊在陆文婷怀里哭着说：文婷哥哥，我今天只想在这儿完成我们的婚礼，别的地方都不行，你不能拒绝。难道你想背叛我们在天神前许下的誓言吗？陆文婷搂着他，点头示意。一瞬间，我的匕首被保镖打掉，双臂也被钳制住。聂兰，希望今天的事能让你知道自己错了。叶希蕊挽着陆文婷，眼神里满是得意和轻蔑。神父就在这黑白的灵堂。我爸一照前，邀请新郎新娘宣誓。等一下，叶希蕊突然开口，嘴角勾起一抹笑。我和文婷哥哥结婚后，我就是大房，聂兰姐姐要是还在，就算二房。二房应该给大房下跪敬茶，这婚礼中西结合才完美。陆文婷脸上犹豫了一下，还是点了点头。我被强行带到叶希蕊身前，两个保镖用力想把我压倒，可我咬牙坚持，半天纹丝不动，让我下跪。你还不够格，叶希蕊，今天我要是能挺过去，我定要你不得好死。没想到这话激怒了陆文婷，她呵斥保镖再用点力，如果他还不跪下，就踢碎他的膝盖。砰！突然，一枚子弹擦着陆文婷的耳朵飞过，10几个黑衣人冲进灵堂，为首的是个少年模样的人。他一挥手，所有黑衣人举起武器，对准陆文婷和叶希蕊。今天有我在，谁敢让他下跪？陆文婷脸色煞白，紧紧搂着叶希蕊。这些带着武器的黑衣人，还有为首的少年，他都从未见过。
他警惕地扫视四周，想给保镖发信号，可就这么一个眼神的功夫，黑衣人迅速行动，几下就制服了全场保镖。我被少年扶起来，膝盖被踢肿了，都没法长时间站立。阿玉，我还以为你不会来。聂玉眼眶红了，我说过，只要你需要，我永远都会赶到。这话钻进陆文婷耳朵里，他脸色阴沉得像要下雨。他厉声问道：聂兰，他是谁？我一眼看到陆文婷悄悄安抚叶希蕊的手，只觉得无比讽刺。他是谁很重要吗？还是说你想拖延时间，盼着有人来救你们？我摊开手，有人把枪递给我，将近9年没碰过枪了，再次拿起来却没有丝毫生疏。我快速上膛，抬起枪口对准陆文婷，谁知叶希蕊从陆文婷怀里挣脱，挡在他面前。文婷哥哥，事到如今你还不明白吗？姐姐就是在外面有人了，她早就想和你离婚。你说阿姨生前骂姐姐肮脏，说姐姐没你想的那么单纯，我以前还不信，还想在神前替姐姐忏悔。她的话突然停住，额头被我的枪口用力抵住。叶希蕊紧闭双眼，眼泪止不住的流。就算你今天杀了我，也改变不了你勾引其他男人的事实。我用力扣动扳机，千钧一发之际，陆文婷猛地推开叶希蕊，自己肩膀却被子弹击中，刹那间鲜血汩汩流出。叶希蕊惊声尖叫，赶忙伸手捂住她的伤口，陆文婷却用力抱紧她，看向我的眼神陌生的，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。这眼神瞬间让我想起陆母第一次见到我时的模样。聂兰，你早就想离婚了吧？还在我面前装什么？你最下贱了！你跟这人睡了几年？他跟我，谁让你更畅快？他毫不留情地吐出这些让人心碎的话语。我妈说的一点没错，所以当年你是自愿被那些男人拖进房间的吧？被我妈戳到痛处，就害死他，对吧？我用力眨着眼，绝不让一滴眼泪落下。聂玉气的拳头攥得指节泛白，咔咔作响，可因为没有我的指令，依旧原地未动。此刻手上的枪仿佛有1000斤重，我缓缓开口，所以你从始至终都没信过我说的话，对吗？你觉得其他人都是无辜的，对吗？难道不是吗？陆文婷曾经那令我深深着迷的深情眼眸，此刻满是冷漠。她就是这般固执，认定的事就绝不回头。就像当年明知我身份不明，仍执意把我带回家，无论陆母怎么质疑我，她都坚定地说兰兰不是那样的人。或许我终究还是输给了陆母，一个没了清白之身，又失去生育能力的女人，拿什么去换取她纯粹的爱？我低低苦笑，我可以放过叶希蕊，但今天你俩只能出去一个。现在我数到5，要是做不出选择，那就一起去地狱作伴吧。凭什么？叶希蕊尖叫起来。砰！数声和枪声同时响起，我一枪射在叶希蕊大腿上，居高临下地俯视着她。陆文婷，想好了吗？陆文婷只觉眼前的一切都无比陌生，眼前这张脸虽没有狰狞，却满是悲凉。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我看出陆文婷脸上的纠结，她大概在想，我怎么会认识这么多奇奇怪怪的人，又怎么会用枪？其实她不知道，不管她怎么选，都别想好过，我绝对不会放过她。数到30，陆文婷刚给叶希蕊擦前眼泪。聂兰，你以为我今天是毫无准备就来的吗？现在停手，我可以放过你爸。叶希蕊眼中瞬间闪过惊喜，我的心猛地一紧，拖着一瘸一拐的腿走到棺椁前。即便我爸尸体被涂了水彩，我还是立刻察觉这是个冒牌货。我爸呢？陆文婷嗤笑一声，你猜呢？话刚出口，就被聂玉一拳打得吐血。聂玉声音冰冷，别管，我会让兄弟们把叔叔找回来。那你们尽管去找啊。陆文婷大声说道。聂兰，当年你也是这么做的，让我莫能见到我妈最后一面。现在我打断他，现在我让你看看你的母亲，之前负责处理离婚协议的律师，跟了我好些年，我不少秘密他都清楚。其实就算陆文婷今天不来，我或许也打算把这件事告诉他。律师打开平板，调出一段视频，视频一开始就是凄厉的哭喊声。我没去看，直接把平板塞给愣住的陆文婷。视频里，我被人压倒在地，哭着尖叫着拼命挣扎。陆母略显苍白的身影出现在镜头中，表情满是鄙夷不屑，那模样是陆文婷从未见过的。她似乎也感觉到了不对劲，声音微微颤抖。这是什么？我张嘴
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那时，陆母始终不认可我和陆文婷在一起，不管她怎么刁难陆文婷，甚至确诊癌症后要求用我的血入药，我都没说什么，因为那是陆文婷的母亲，而我爱陆文婷。可谁知，陆母竟想出个阴毒的主意，她觉得只要我抹了清白，陆文婷就会抛弃我。我以为她又要我的血，结果到了地方就被人按倒在地，很快被拖进暗室。从那以后，只要到阴暗的地方，我就头痛欲裂。事情发生后，陆母把责任推给陆家的仇人，还四处造谣说我放荡。陆文婷把我救出来时，我浑身伤痕累累，她把颤抖哭泣的我抱在怀里，一遍又一遍的安慰：没事的，兰兰，我不会不要你。曾经那么好，那么温柔的她，如今却义无反顾地拥抱别人。回过神时，我还能听见视频里变了形的哭叫。陆文婷已经拿不稳平板，聂玉抓着她的手，强迫她看完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她哭了，眼泪止不住的流。兰兰，视频结束，四周一片死寂，我声音很轻，你知道我为什么不能生孩子吗？陆文婷拼命摇头，别说了，兰兰，求你别说了。她怕了，害怕面对那个她无法承受的真相，但我不会放过她。半蹲下身子，直视她的眼睛。我那次消失7天，那7天里，你那好母亲摘掉了我的子宫。陆文婷如遭电击，话都说不完整。怎么会？我妈怎么会？她最喜欢孩子了。她没说完的话被我强势打断。是啊，她喜欢孩子，却永远不会喜欢从我肚子里出来的孩子。我被人凌辱后，陆文婷依旧不肯和我断绝关系。这件事彻底激怒了陆母。那时她已到癌症晚期，无药可医。她死前唯一的愿望就是让我永远无法生育，只有这样，我才不能完全掌控陆家和陆文婷。我消失了整整7天，昏迷了7天。在这7天里，我失去了子宫，还有子宫里已经成型的孩子。陆母一脸刻薄，指着我骂道：要不是我，这孽种肯定得文婷来养。我这是在做好事。不，那个孩子是陆文婷的啊。无数次，我都想告诉陆文婷真相，告诉她我有多恨，可她对我实在太好了，好到我不忍心让她知道，她最敬爱的母亲是如此残忍。愣了好一会儿的叶希蕊突然出声：假的，文婷哥哥，你别信她，她就是身子被人玩烂了。这件事可是阿姨亲口说的，阿姨怎么会骗你呢？叶希蕊扯着陆文婷的衣袖，却被她反手狠狠甩了一巴掌。闭嘴！叶希蕊懵了，委屈地喊：文婷哥哥。一向对她柔情似水的陆文婷，此刻表情冷漠到了极点。你算什么东西？这般转变，让叶希蕊收起了所有得意，咬着唇，什么都不敢再说。我对这样的变化毫无感觉。背叛过他人的人，往后的感情又怎会长久？陆文婷抬起眼，眸中的神色变了又变，几缕原本往后梳的发丝垂落下来，显得狼狈不堪。兰兰，对不起，是我错了。他伸手想拉住我的手腕，我侧身躲开，搀着聂玉站起身。陆文婷，你亲妈的事你也看完了？我们接着刚才的话题，你和叶希蕊谁离开？突然，陆文婷出手打落身旁黑衣人的枪，举起来，迅速上膛，然后扣动扳机，砰砰砰砰。叶希蕊瞪大双眼，低头看着自己胸口不断冒血的血洞，鲜血如泉涌。文婷哥哥，他双眼圆睁，随后永远地倒了下去。陆文婷的黑西装被鲜血染的颜色愈发暗沉，清俊的脸上也溅到了几滴血。他扔掉枪，伸手抓住我的裤脚，颤抖着将我抱住。都是他的错，是他破坏了我们的感情。现在我帮你出气了，别生气了好不好？我一直都知道他是个披着人皮的疯子，和我一样内心疯狂。或许从他带我回家的时候就察觉到我不简单，但他依旧不顾一切，叛逆到底。聂玉不耐烦地啧了一声，抬脚踢开陆文婷的手，对我说：跟我走吧。不要跟他走。陆文婷慌了，她踉跄着爬起来，半天都莫能站稳。兰兰，我们的阻碍都没了，我们可以回到从前，对，还能复婚，我们复婚好不好？陆文婷在商场打拼多年，如此狼狈颓唐的模样着实少见。我们之间结束了。我挽着聂玉对陆文婷宣判，她红着眼睛，似乎还没搞清楚我和聂玉到底是什么关系。所以你爱上他了？陆文婷小心翼翼地问我。我只觉得可笑，怎么只许你出轨？
就不许我另找新欢。他急忙摇头，卑微的如同尘埃。我不介意的，只要你跟我复婚。我和聂玉都愣住了，一时竟有些听不懂他的意思。陆文婷以为我动摇了，小心翼翼地牵起我的手，只要你还在我身边，以后你和他做什么我都不管，主卧也让给你们，就当我求你了。兰兰，别离开我。这一切荒谬得让人难以置信，尤其是我和聂玉心里清楚，我们虽无血缘关系，却早已认定彼此是一生的姐弟。可陆文婷不知道，我也没想到他能做到这种地步。我垂眸，心底泛起一丝波澜，我们之间已经结束了。我这话一出，聂玉立刻明白了我的意思，他将我护在怀里，其他黑衣人迅速包围四周。我转身，一步步离开。陆文婷试图闯进包围圈，要是没有我的示意，他这会儿早成了活靶子。我坐上聂玉的车，陆文婷一瘸一拐地追过来，染血的手掌拍打车窗。不会结束的，我不会就这么放弃的。我从后视镜里看着他摔倒在原地，聂玉终于忍不住开口，眼眶通红，姐，你应该早点联系我，你总是这样，什么消息都瞒着，我都不知道你被欺负成这样，要是我早知道。他陆文婷坟头草都该5米高了，听着他熟悉的声音，我眼眶也红了。当初我和陆文婷在一起时，一直担心他知道我出身特殊，所以小心翼翼地隐瞒着。后来聂玉和我促膝长谈，然后带着所有弟兄离开了京市中心，从此再也没人知道我和如今在京市呼风唤雨的聂老大是姐弟。都过去了，一切都过去了。我闭上眼睛，试图遮住眼中的泪光。后来我爸的尸体找到了，顺利下葬，而陆文婷的公司遭遇了核心资料库泄露，没人知道这是谁干的。曾经如阴霾般笼罩京市的陆氏集团，很快就像被蛀空的树根，逐渐凋零消散，一切似乎都结束了。直到那天晚上，陆文婷带着武器闯进了聂玉的家，谁都不知道陆文婷是怎么混进来的。他把枪口对准我的太阳穴，呼吸有些紊乱，跟我走，现在就走。突然，警报器发出刺耳的鸣叫，这意味着1分钟后，聂玉手下的精锐部队就会赶到。等待陆文婷的只有死路一条，你逃不掉的。我没有丝毫慌乱，甚至都没透过面前的镜子去看抵在太阳穴上的枪。陆文婷低低地笑了，没了往日的从容，反而透着一股疯劲，或者说，他再也不想伪装了。我不想逃，兰兰，如果可以，我想和你一起死，你愿意吗？跟我一起走。我有些恍惚，当年我被仇人的手下包围，陆文婷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人，竟不顾一切冲进包围圈，说的也是这么一句话，你愿意吗？跟我一起走。我曾经无数次愿意，可这一次，我怎么也忘不掉叶希蕊。我好像终于彻底理解了陆母，经历了这么多事，谁还能毫无芥蒂的纯粹去爱一个人？如果是18岁的聂兰，一定会点头，但现在的我只会十分坚定地摇头，不愿意。长廊里传来整齐有力的脚步声，迅速逼近。陆文婷笑了，笑着笑着又落下泪来。在精锐部队踹开房门之前，他把枪对准了自己。哪怕我去死，你也不在乎了，是吗？你就那么爱他？我知道他说的是聂玉，其实我可以再骗骗他，但终究还是沉默了。陆文婷明白了，他用布满血丝的眼睛看了看门外，然后把枪口塞进嘴里。砰！我听不太清，不知道是门被踹破的声音，还是陆文婷开枪的声音。聂玉冲进来，扶住双腿发软的我。姐，你有没有受伤？我嘴唇惨白，摇了摇头。陆文婷似乎听到了这个称呼，费力地转动眼珠，眨了一下。他死了。从他的遗嘱里得知，他希望死后能海葬，我便让人带着他的骨灰离开了。律师问我要不要留个念想，我拒绝了。聂玉似乎想把他的手下都交给我，我同样拒绝了。我已经没了争强好胜的野心，只想好好休息。于是我登上聂玉的游轮，向着远洋出发。登船那天，聂玉在码头朝我挥手，姐，早点回家。我懒洋洋地挥手回应，姐，小心男人。我忍不住笑出声，冲他大喊，滚！这2本都把狗血开到满缸。第1本系统绑错人女扮男装死而复活豪门合约婚姻，修罗场向夜市排队一路排到尽头。陆静瑶这位10年情绪价差男主，外冷内燃，靠一眼认字迹把人从离婚窗口拎回来。整段恋爱像在高空走钢索，一边是恨到牙痒，
一边是互道偏执，我边看边喊这对是把青春当杠杆在用吧。第二本直接把圣光换工地探照灯，灵堂办婚礼，天台踩手指，子弹擦耳，宗教铺轮番上阵，等真相回放到子宫被挖那刻，我下巴掉到地下室，还在往下坐电梯。所谓无条件的爱瞬间读成考古级破范本，憋着一口气看女主反扑，爽度像把油门踏进地板。寓意你不是谁的赎罪券，请先把哥哥2字退货，然后把自己爱回原价。聂兰，刀可以放下，但证据要拿稳，请把那对神学 CP 送去社会秩序好好回炉。